好，各位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解LeetCode 的题目哈。今天 LeetCode 题目也是个难题，这个是第2742题啊，所谓的 Painting the Wall 啊，所以就是漆墙壁啊，它是难题，没有问题。那它的题目它会给两个阵列，一个是 cost。另外一个是 time， 那它的那个长度都假设是 n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你要漆墙壁嘛，啊，这些墙壁，所以它有两个油漆工，一个是要付费的，一个是免费的。我们先来看这个要付费的，付费的它如果它要漆第 i 面墙的话，它所需要的时间由 time 这个阵列的第 i 个元素给定，好，所以它要花掉这么多时间。那它要花掉的费用是 cost 啊，在 i 的地方取值，好，然后需要这么多钱。那免费的油漆工呢？免费的油漆工它漆任何一面墙，它只需要一个单位的时间。费用是0，但是它有个限制，就是说，你免费油漆工呢能够真的去漆呢，只有在这付费的油漆工呢是正在漆墙壁的时候，好，那所以请你要传回的只是最少的你所要花掉的钱。将这N面墙都把它漆完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相关的例题的一个说明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看它的题目说明啊，那它这边有4面墙，它的 cost 跟它的时间哈，分别是 cost 是1、2、3、2，那它所花掉的时间是1、2、3、2。都是一样的，原则上当然就是比较便宜的墙面，当然是让付费的人去漆嘛。当然你也要考虑到，就是说他所会花掉的时间啊，因为免费的油漆工他漆的速度很快嘛，任何一面墙就是一个单位时间就把它漆完了。那在这边的话，它一个solution，它的一个解答是。付费的油漆工，像是在第0面墙和第1面墙，因为它费用比较少，所以我们这个就让付费的油漆工去漆。那这里所花掉的费用呢是1加2等于3嘛，这没有问题。后面这两面呢，你就给免费的油漆工去漆。好，那在时间方面啊，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啊，在这里的话，它这边所花掉的时间是1加2啊，所以是3。那免费油漆工是1加2啊，所以原则上那个付费油漆工他花的时间会比较久。所以这个当然也符合我们那个题目的一个要求啊，就免费油漆工呢可以使用，只有在付费油漆工它也在漆墙壁，所以是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题，第二个例题它的时间都是1，那这边来说的话，你付费油漆工，我们当然是找费用比较低的，当然是最开头跟最后面的，所以这付费的油漆工，他所需要的费用当然是2加2，所以等于4。好，那免费的部分呢？免费部分当然就是费用比较高的，就中间两个3跟4的部分，那他们所花的时间是一样的。好 ，OK，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。它是 OK 的，总共的一个费用。
好，那我们解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们主要考虑2件事情。好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这个DI 面墙，它一定会被漆，但是它有2种可能，一种就是被付费油漆工漆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被免费油漆工漆。好，所以说第一个情况，这个付费的油漆工呢，他去漆DI 面墙的时候呢，那另外同时免费油漆工他可以漆几面墙呢？他可以漆 time 在 I 的值，可以漆到这么多的墙面。好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们2个人同时可以漆的墙面是总共是 time I 加1，这么多的墙面是可以同时将它漆完的。好，这也就是我们真正解题的一个关键。好，我们解题的方式其实来说就采用递回。好，递回，那你再加上记忆体啊，其实它就是动态规划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最方便解答的方式，我们当然就是采用 Python 的程式语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进入我们的函数 paintwords 的地方，我们一开始当然先去计算它的阵列的长度啊，就是 n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在第5行到第11行，就是我们用我们的递回函数。好，这当然是 recursive， 这当然是 recursive 的一个函数。好，我们将它名称定为 f 啊，越简单越好。那它其实就2个参数，第一个参数是 i， 第二个参数是 worth。i 代表什么？ i 代表它目前要去漆DI 面墙。好，那它有可能漆或者不漆。那第二个参数 worth 就是说，它到了这一步，它会总共漆了多少面？如果说你的 worth 是大于等于 n 的话，那我们当然就是 return 0，基本上就漆完了。那你的 i 如果是大于等于 n， 那我们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这边我们就用2的31次方加1你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的当然参考我们这个题目当中的一些 constraints 再去设定。那所以先考虑它会去漆DI 面墙，所以你要将它的 cost 将它加进来，然后呢，你再去考虑它的DI 加1面墙。那同时这个时候呢，你总共会漆掉这么多 time I 加1，所以你再加上我们原先给的这么多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这面墙DI 面墙不漆所以你的第二个参数 worth 的部分呢并没有更动，唯一更动的是你第一个参数改成 I 加1就可以这2个部分呢，一个是有漆DI 面墙，一个是没有漆DI 面墙，那我们取2者之间的极小值。好，那我们就将它这个答案将 return 回来。那我们怎么达到 DP 呢？达到 DP 在 Python 做法非常简单，前面就是加上 at cache。好，这个当然你自己去写的话，你当然你要必须去 import from tool 当中的 cache， 其实你就得解了所以我们的解答其实蛮容易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在LeetCode的一个情形。好，这是我们 Python 版的程式跟刚刚在我们那边所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这里再加2个 test case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它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效果。好，
基本上都 OK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解答。那相对应来讲，它的 C++ 版，C++ 版，我们这里还是先考虑，递回版本的好了。递回版本的，我们这边基本上跟这边的解答是一致的哈。那在这边唯一特别要去考虑的，就是说你必须要去设 DP 这样一个状态矩阵。那程式的撰写基本上跟 Python 版差异不大，只不过是说你在传回值之前，你要先将它的值先要给那个状态矩阵。当然就是说，如果不等于你所给原先给的初值，好，我们将它执行一次啊。然后另外我们也给了一个是回圈版本的。好，我们回圈版本的解答非常的优化到我们甚至连space 的部分我们都这边原先是要 n+1， 我们甚至直接用2个就可以了啊。那这里我们采用bitwise 的 and 计算啊，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只要2个，然后当然是2维的，后面当然是保留原先的 n+1。啊，透过双回圈的方式，我们基本上一样是可以把它解答出来。那我们让它执行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其实真的就很快啊，这个执行时间，我们 submit 的情况是在59毫秒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部分呢，就先谈到这里。